我们知道，天上人间曾是北京最顶级的夜总会，以装修豪华、消费不菲、姑娘靓丽而知名，因而被誉为京城第一选美场，吸引着不少有钱有势的人来此消费。在此工作的姑娘们，虽然比不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秦淮名妓，但和其他场所的姑娘相比，绝对算是佼佼者。可是，就是这么一个地方，为何突然覆灭了呢？它里面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热心读者。在节目开始前，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，谢谢了。1995年，天上人间正式开张了。它位于北京东三环长城饭店的西侧副楼，门楼上悬挂着天上人间4个大字。起初人们并不知道这里面是干什么的，很多人一度以为这只是一家高档饭店而已。但是很快人们发现他们的猜测都错了，因为在白天的时候这里冷清的可怕，只有几个保安在把守，基本上没有人进入大门。可是，一等到夜幕降临，这里就开始热闹起来了。接二连三的豪车陆续的驶进了停车场。放眼望去，奔驰、宝马都很普通，甚至一些电视上看到的限量版豪车也出现在了这里，简直就像是一个车展博览会。等到天上人间门口的霓虹灯一亮，人们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是一家夜总会。没错，这就是号称京城第一选美场的天上人间。它充满了神秘感，而让人们最好奇的就是那些夸张的传闻。有人说，兜里不装个几万元，天上人间的门都不敢进。有人说，天上人间内部的奢华程度只有你想不到的。也有人说，能进去消费的人都是非富即贵的人，有多少大买卖都是在里面谈成的。这些令人啧舌的传言，更是让天上人间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。那天上人间到底有多神秘呢？神秘一，首先来自于内部的装修。要说天上人间的奢华程度，处于繁华地段的地理位置，昂贵的租金只是皮毛，而奢华的内部装修才是最大的投资。天上人间总占地面积 1.2 万平方米，一共有40间 KTV 包房，还有一个大型的 DISCO 蹦迪大厅。如此大的面积，仅奢华的装修一项，传闻就耗资高达1亿多，里面装修的像宫殿一般。蹦迪大厅的音响是英国原装进口的，花费近200多万，并由原厂专业音响师安装调音，还从国外请来了最好的 DJ。 大厅一般是年轻人居多，而在包房消费的客人大多都是非富即贵的人，装修的奢华更是惊人。据说每个房间都有不同的装修风格，包房满地铺着纯毛的地毯，只要是有木质装修的地方全是使用的红木，就连喝酒用的酒杯也都是国外进口的。对于 KTV 最重要的点歌系统，配备当时最先进的全自动娱乐操控系统，硬件规模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。神秘二，其次是令人啧舌的高消费。如果你只是想感受一下内部的奢华，又不想高消费，那只能去天上人间的蹦迪大厅。这里门票是120元，一般来这里的都是年轻人，而外面很普通的啤酒在这里都要50到80元不等。也许有人会说，那我进去不喝酒还不行吗？当然是可以的，但是你想想，在那个90年代，普通人的平均月工资不到1000元，你会舍得花费120元只是感受一下里面的高级音响吗？我相信很多人是舍不得的。门票120元蹦迪大厅，普通人都无法接受，更别说神秘的包房消费了，直接翻了几十倍。天上人间的包房分为小、中、大3种，价格分别为2800元、4800元、6800元。另外，这里还有几间总统包间，主要是提供商务接待的客人，价格在1万元以上。而这也仅仅是包房的价格。如果你要点酒水的话，包房内的一瓶普通啤酒就要80元，随便一个果盘也要几百元，鸡尾酒则是200到500元不等，一瓶皇家礼炮威士忌则是5000元，甚至还有上万元的洋酒。而每个包房都有专属的服务员，主要负责倒酒点歌。比如客人一进包房，服务员就会递上一块热腾腾的毛巾，让客人擦拭手和脸。这些看似简单的服务都是需要给小费的，最低500元。而在天上人间想要办理会员卡，预存额度是从3万元到100万元不等。即使这样，每天办理会员卡的客人都要排队办理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就理解人们的传闻了。在天上人间的包房消费，没几万根本下不来，而且包房是需要提前预定的。据说最火的时候，1个月的包房都被预定排满了。神秘3，女公关。女公关的选拔类似于航空公司对空姐的选拔，身高必须在 1.65 米到 1.75 米之间，年龄从18周岁到28周岁，学历至少要大专学历，还得熟练掌握普通话和英语。
以及简单的日语和韩语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。接下来还要对长相、身材、气质等方面进行考核。在上岗前必须接受30天的正规培训，对坐姿、站姿、言语谈吐方面进行强化培训。据说天上人间的女公关能聊人文历史，能聊热点新闻，甚至连科学技术都要略懂一二。总之，这些让天上人间一举成为全国最好的夜总会。去天上人间消费一度成了尊贵身份的象征。如果你是请客者，代表你经济实力；如果你是被请者，代表你身份尊贵。天上人间发展成为如此大规模的娱乐场所，却能够长达10几年屹立不倒，人们都很好奇它背后的老板到底是谁。据了解，天上人间的最大股东叫秦晖，是一位美籍华人，于1995年接手天上人间娱乐会所，并对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造，让天上人间声名鹤起。这个秦晖的来头可不小，他是卓京系掌门人，名下有多家上市公司。秦晖也有民营传媒富豪第一人的称号，在北京、上海等地拥有几十家传媒公司，是星美传媒的大老板。除了拥有天上人间，秦晖还是北京新天地的东妹酒吧的幕后老板。他的妻子是北京一位退休高官的亲戚，这层关系为他在京城立足打开了许多方便之门。此外，秦晖还有军方背景，当年在武汉钢铁公司做进口矿石的买卖发家，赚了第一桶金，不过很快被调查，罚了不少钱。1995年时，他向当时的首都机场管理公司的总经理借款180万美元，并由军队一家贸易公司担保，买下原隶属广泰公司的天上人间夜总会。天上人间是秦晖的第2次起家跳板，这个会所红火了10年，每年纯利高达几千万，可谓真正的现金奶牛。而天上人间给秦晖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现金流，更有大量的关系和机会。他借这一交际场结交了大量的权势人物、银行行长和社会名流，而集结于此的一批模特和美女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则去，为其日后的事业巧妙助力。后来秦晖进入股市，几经拼杀也是赚了不少，身价不低。据传闻，香港艺人曾志伟把号称香港第一美女的李嘉欣介绍给秦晖，这令他欣喜若狂，使出了浑身解数追求，又是陪着满世界旅行，又是买各种奢侈品，可谓千金买笑。2004年时候，北京社交圈盛传李嘉欣跟秦晖已相恋1年，更有爆料称秦晖与李嘉欣在当年初曾举行订婚派对。不过这件事被李嘉欣澄清，说连对方的电话号码都没有，连朋友都称不上，更别说订婚。而且当时秦晖已经结婚，他多少是仰仗了妻子的家族关系，才能在北京混得风生水起，所以应该也不敢得罪。那么与李嘉欣订婚一事估计是谣传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秦晖的实力还是很强的。不过自从天上人间在2010年被警方查封后，秦晖也很少露面了。后来天上人间虽然经过整顿得以重新开业，但曾经的辉煌早已不在，从天上跌落凡间。不得不说，天上人间是秦晖的一个得意之作，只不过这种打擦边球的营业场所注定无法长久。天上人间已不在，但是关于他的传说却一直在坊间流传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或者说，你是否知道天上人间其他的故事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